大文是一名客服。考虑到工作交通便利和租房性价比，他和室友选择了广州市海珠区仑头村的一个居民楼。房子面积很大，光照非常好。热爱生活的大文和他的室友为家里增添了很多生活气息。但大文还有一个愿望。我最主要呢是想要一个粉红色的温馨的家。尝试过了很多方法，却总觉得哪里都格格不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在出租屋里常见的红木沙发，由于它不像布艺皮质沙发那样容易损坏，成为了广大房东的布置首选。硬朗中带着圆润的外形，充满爹味的红润漆面，有着无法挪开眼睛的存在感。任何少女心北欧风的布置都无法抹去红木沙发的风采，那更别提它的小弟红漆木门、泛青衣柜、婉约风情的碗柜，它们构成了出租屋的经典套装。因为房间原本的规划，大文和室友挤在一张1.5米的床上睡觉，相互都会影响休息。明明很爱研究厨艺，但到了饭点，弯着腰就着茶几吃饭。虽然白天阳光很好，但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打开门就是一个很不温馨的景象。总的来说，大文花了大力气找来条件很好的房子，之后却因为大大小小的各种障碍，变成了将就着过日子。这个租来的房子，如何才能转变为一个家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五金少女，我是 V 仔，我是 Maiden。那这一期我们要改造的红木沙发呢，是很多人在租房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更别说像粉红色这种这么难 hold 的颜色了。没关系，我呢已经针对红木沙发研究出了一个可以解决它的办法。还有啊，很多人像大文一样，在改造的时候可能会被房东原来的家具给限制住了，就像他那一张大床一样啊。其实他本来就想拆了，但是他呢又怕把房东的那个床给搞坏，没办法复原。也就是说他不够底气动手了。没关系，五金少女给你底气，一起动手改起来。那我们的目标呢，依旧是低价2天可以完成，以及不破坏出租屋。首先，在租房的时候，比起被遗忘在角落的一堆零散工具，我强烈建议准备一个工具箱。我为大文选择的是这套史丹利工具箱，它很帅，牌子又好还不贵，家里装修维修会用到的工具，它都帮你准备好了。很多时候呢，一个好收纳、帅气又齐全的工具箱，能给你许多自己动手的底气。我们先来看房间，最大的问题是2个人共用一张大床。实际上，这个房间蛮大的，是可以放得下2张小床的。只要懂得拆除、存放以及复原大床的方法，房间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我们掏出螺丝刀，直接开始搞床。床的结构有好几种，今天就以大文家的框架结构床为例，拆卸它。这种结构的床非常好拆，拿下床板，拿下床档，露出框架，只需要卸松挂片的这2个螺丝，4个角落的都通通松解开之后，把床侧板轻轻往上一抬，便能脱出。那如果结构略有不同，可以把整个部件的螺丝通通卸下来。如果没有信心，拆除的过程还可以拍照，到时候复原就不用担心不记得啦。还原完成。保存的话，把拆下来的床垫和床放入防潮又防尘的床垫物流袋，就可以塞进床底啦，藏在衣柜或者存放在顶楼的杂物间之类的地方啦。接下来，我们要把衣柜挪到房间的另外一角，移动这一类大件的家具，推呢会滑上地板，搬呢又使不上劲。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搬家神器，忍不住要跟 Maiden 试一下好不好用。把2条带子呈 X 型交叉放在地上，稍微抬起柜子塞进底下，弯腰调整带子的长度，直起身子就能抬起这么大件的、这么重的衣柜了。
虽然有一种又轻松又蠢的感觉，但对于2个女生来说，这是可行的。搬完衣柜，卧室就有了充裕的位置。我们给大文和室友安排了2张小床，这样的铁架床结构稳定，搬家容易带走，可选的尺寸还挺多。这次呢，买的是1米的小床，放上小床垫，卧室的空间安排就基本完成了。我们赶紧先去搞客厅的大家伙。之前改妹等家的时候，我们就尝试过普通的家具贴，不仅有气泡，而且贴出问题的时候很难补救，真是噩梦一样的体验。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了一种无痕贴纸。这种贴纸有特殊的空气槽，可以排出气泡。它呢是手残党的福音，不容易起泡。即便不小心有气泡，还可以反复修正。最重要的是，撕下来不会在家具表面留下一点痕迹。有了它，面对爹味红木沙发，你只需要准备一把美工刀和一个风筒。我们呢，只需要照顾沙发朝外的3面就 OK， 先分区域裁出合适的大小。首先呢，先贴上正面。由于无痕贴纸受热会变软，可以稍微变形，因此只要用风筒加热，另一只手顺着曲线的圆心缓缓发力，就可以没有折痕的贴附在沙发上。稍有失手也没关系，掀起来再加热，折痕就会消失。耐心的使它紧密贴合部件的顶部及底部的位置，最终固定在背面。贴得差不多之后，小心的割除多余的部分即可。掌握技巧之后，贴膜这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愉悦又治愈。瞧瞧这曲面，一点气泡都没有。这种无痕贴纸，白色的每米价格呢是12元，整个红木沙发加工下来耗费的长度约7米，也就是84块左右。不仅成果好看，未来还能原状恢复哦。像衣柜这样比较平整的表面，那就更好贴了。从衣柜顶部往下大胆贴，边角遇到气泡，大手一挥就能把气泡排出去。大面积的快速贴好，一个纯白的衣柜就改好了。为了让2人各自有各自的衣柜，我们给他们加了一个雪梨衣帽间，都是统一的白色，看起来非常协调。至于门呢，我已经非常上手，可以去天桥摆摊了，顺便就把门给弄成白的了。现在无痕贴纸已经在五金少女店里上架，还有多种颜色纹理，想贴什么风格就贴什么风格。接着我们在这里给大文和室友打造一个小餐厅，为了空出位置，我们把书架移动到鞋柜旁边。在规划的时候呢，一定要多预留一些储物的家具。又是它，9缸货架，我把它安排在餐桌旁边，可以增加大量和吃的相关的收纳。这样餐厅就布置完了吗？一个温馨的餐桌，怎么少得了一盏吊灯呢？第6集的吊灯，有同学提出过电线不太适合那样子缠绕，请大家忘了第6集的吊灯吧。我想了个新的方法，让美丽的吊灯可以凭空出现在餐桌上方。原理呢，就是依靠这个架子的高度，固定一个 L 型的支架，像钓鱼竿一般悬挂吊灯。材料有这些：4分管径的 PVC 水管，配套4分管径的斜3通弯头，带插头和开关的吊灯线1条，灯泡，还有你喜欢的吊灯灯罩，最好是轻一点点的，还有一把精密螺丝刀。首先呢，我们要拆开灯头，不然线就没法穿进管子里面去。旋开这里紧固灯线用的零件，然后用精密螺丝套组里面的小1字螺丝刀撬开底座，露出接线的位置，用小螺丝刀戳边缘，让2个弹片脱出。近距离看一下，弹片在这里，它长这样，是靠这片金属小揪揪固定在里面的。只要把小揪揪压平，一推，就可以顺利拔出2个电线了。根据构思，我把 PVC 管做成了有一点支撑的样式。主结构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这部分的 PVC 管要根据勾股定理规划尺寸，另外2根 PVC 管则根据实际的需要长度剪裁。
长度算错了没有关系，工具箱里面有袖珍的小钢锯，可以轻松裁断它。整体组装的时候，只要稍稍用力套就可以装上。然后呢，把灯线从下方穿进去，再短杆露出来，然后开始接线，把弹簧片小揪揪撬出来一丢丢，这是为了待会儿能卡进灯头里面，然后塞进去，把2根电线在这里塞进去，扯一扯，很牢固。最后把螺丝拧紧，灯座安回去，拧上灯泡，灯罩装上，用扎带把支架的长边固定在货架的腿子上。开灯，我的心化了。这个吊灯可以大幅调节角度，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灯罩。你想要试一下吗？在第6集，我们曾经搭建过无痕猫阳台，询问度非常高。这回呢，我们给大文也做一个，顺便详细说说它的制作原理。原理呢，就是依靠2个角码之间的空隙卡住物品，不用钉子，不用胶水，是不是很简单？我们这次打算在大文窗台的铝合金轨道安装猫阳台。首先呢，在木板的边缘用自攻螺丝固定若干小角码，把固定好小角码的木板卡在铝合金轨道上贴紧，取出大角码紧紧顶住墙壁的边缘，得出大角码的钻孔位置，用笔来做标记。接着按照标记把大角码也固定上去，角码的间距就正好等于轨道与墙的间距，一卡就稳，还不影响开关窗户。装好之后，不仅是喵可以用，开放一下思路，它还可以用来放植物啦，做一个迷你的窗边小吧台啦等等，甚至厨房储物层板都可以的。发挥一下想象力，它就能在各种地方安装，大派用场。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把魔爪伸向了厨房，用上前面的无痕贴纸，灶台上再用上表面特殊处理过的加厚版无痕贴纸，防水又防油污，可以经得住灶台的复杂场面。地面呢，我尝试用了这种 PVC 材质的硬片花砖，用在瓷砖的地面上还是可以轻松恢复的。这次厨房我们小试牛刀，如果大家对厨房的改造感兴趣的话，未来我们会做更深入的厨房改造案例。话不多说，剩下的时间我们来搞软装吧。大文非常喜欢粉红色，而粉红色呢，是我认为很容易跑偏的颜色，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我为大文选择了元气感的杏粉色，带着稀有桃子一般的元气色调，可活泼可温柔。布置的关键呢，是杏粉色的比重大约是20%左右，其余的尽量朝着白色靠齐。无尽少女周末动工完毕，一起来看一下吧。沙发终于发挥了作用，成为了客厅小憩放松的地方。水壶放在趁手的位置，周末在家冲上一壶花茶，在窗边晒晒太阳，发发呆，安静的和自己待在一起。有了餐桌，爱做饭的喜好也得到了满足。夜晚，这个客厅再也不是惨淡的感觉，放上几盘小菜，平平常常的坐下来吃饭。客服的工作常常回到家还在延续，窝在地上工作其实挺累的。如今呢，可以坐在沙发上工作，喝着暖饮加班，
也挺自在。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抢被子的日子过去啦，心心念念的粉红风格卧室，酒店双床标间一般的布置，睡起来更加安稳。靠近门的床边空地成了最适合瘫着的位置。在不久之后的冬天，开着香薰加湿器，就着一盏暖暖灯光刷手机，哇，多舒服呀！沉浸在改造完的家没有多久，做梦一样。大文就又要赶回公司，为临近的双11加班了。虽然很忙，但想到自己的小天地，也会更有元气的工作的吧。加油！双11五金少女家上新了什么好东东？首先，本期介绍的无痕贴纸可以买到啦，看起来普普通通，却能直能弯，还不容易起气泡。一直以来询问量都非常高的 City Boy 系列灯芯绒沙发上线啦，同时可以配套的全黑书桌书架组合也能买到。此外，本期元气少女心主题卧室来了，下面这些软装好物都可以到微博租房五金少女的采购清单里面获取哦，绝不踩雷，闭眼就能入的颜色，质量也很高，要和它一起睡吗？请多多支持我们营业，然后我们争取今年再见一次面。